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不离》。日本也有沙漠，不少朋友表示质疑。其实，在柯南的故乡鸟取县，确实藏着日本唯一的一小块沙漠。鸟取的机场就是以鸟取沙丘柯南机场为名。如果你玩腻了东京、大阪、京都，不妨到鸟取沙丘去放松一下吧。数千年前，集聚在鸟取海岸的沙石，在海风和洋流的持续作用下，最终形成了长16公里、宽2.4公里的一小片沙漠。但由于洋流不断的变化和周边植物的侵入，使沙漠的面积正在逐渐缩小，因此这里也成为唯一对沙漠进行保护的地区。鸟取频繁的降雨使得沙丘的坡度竟高达40度，每年有超过200万游客前来游玩。40米深的盆地加上50米高的沙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障。但当你登顶马背，如诗如画的海洋全景瞬间会让你眼前一亮。金色的沙丘和蓝色的大海在这里缠缠绵绵，热情相拥。你是风儿，我是沙，共同雕刻出轻快柔美的浪花。除了欣赏美景，还可以骑骑骆驼，坐坐马车，再滑滑沙。另外，这里还有丰富的滑翔伞课程。鸟取沙丘真正壮观的景象，一般都在早晨或者傍晚出现。此时阳光斜射，沙丘阴影清晰，一抹金色或红色，更是美感十足。20世纪60年代，日本作家安部公房就以鸟取沙丘为背景，创作了小说《沙丘之女》，后来改编为电影，并获得奥斯卡提名。在鸟取沙丘旁边还有一座沙雕博物馆，博物馆里展出的都是由水和沙子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作品。早在1955年，鸟取沙丘就被指定为国家级自然宝库，如今已经是山阴海岸国立公园的一部分。该公园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地质公园。与国内的沙漠相比，鸟取沙丘甚至比弹丸还弹丸，毕竟都是成比例的嘛。在鸟取除了玩沙子找柯南，当然更少不了美食和温泉。如果你厌倦了灯火辉煌的大都市，也许鸟取沙丘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你想亲身体验一下吗？一个异想天开的配色方案，一个金色的球状高塔，一个卡通风格的氛围，千万别以为这是卡通游乐园。令很多游客迷惑的是，这里竟然是一座垃圾处理厂。没错，这就是耗资600亿日元建成的日本大阪五州垃圾处理厂，由宫崎骏的偶像奥地利著名建筑师白水先生设计，从中甚至还能找到高迪的影子。五州垃圾处理厂的口号是将技术、生态和艺术融为一体，因而看起来如童话城堡一般，拥有梦幻的外观、斑斓的色彩和独特的设计。大阪五州垃圾处理厂建立在大阪市的一个人工岛上，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垃圾处理厂，同时也是最环保、最精致的。尤其是直径6米、一次能抓近10吨垃圾的机械手，俨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抓娃娃机。五州垃圾处理厂24小时不间断燃烧，每天可以处理900吨普通垃圾和100多吨的大型垃圾。这一切都在精细严格的垃圾分类的基础之上，而且自动化程度极高，所以如此规模的垃圾处理厂只需要10几名工作人员。眼前这座大阪的地标高塔实际上是垃圾处理厂的烟囱，但你发现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垃圾焚烧，烟囱中竟然没有任何白烟或者黑烟冒出，可见在垃圾焚烧的一步步过程中，环保零污染是严格遵守的规则。燃烧垃圾产生的废气在被送往烟囱之前，要经过3道过滤程序，最大程度的杜绝了二恶英的产生，所以垃圾场的上空看起来总是清洁通透。固体垃圾经过脱水后充分燃烧除臭，最后变成颗粒状物质，重量只有原来的1/15，体积只有1/20。至于大型垃圾，则需要先切碎再焚烧，在此过程中分离出来的有色金属等会被回收出售。整座垃圾场的所有电力都是通过垃圾焚烧而获得，多余的电力还会卖给电力公司，仅这一项每年就会创收10亿日元。因此，大阪五州垃圾处理厂是一座自负盈亏的工厂，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府拨款或补贴，甚至多余的热量还可以给游泳池水加温。然而，这样一座清洁可爱、充满童趣的垃圾处理厂，尽管建在无人居住的人工岛上，但在建设之初却也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后来随着一项项环境监测数据的完全同步公开，人们发现垃圾处理厂并没有给当地环境带来任何破坏，反倒增加了一丝童话色彩。如今每年有1万多名游客和学生前来参观，五州垃圾处理厂也完全变成了一座明星示范类科普教育基地。尤其是垃圾分类和高效无污染的垃圾处理流程，让很多孩子们意识到什么是环保，什么是环保的细节。要说这大阪五州垃圾厂的建成还与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原来在设计建设五州工厂的时候，大阪正和北京等城市一起申办08年的奥运会。由于五州地区原本就有很多体育设施，其中大部分都可以直接投入比赛，
所以如果申奥成功，前来参赛的外国运动员看到如此艺术的垃圾处理厂，无疑会使大阪的魅力迅速提升。虽然后来大阪在申奥中败给了北京，但却留下了一座梦幻城堡般的垃圾处理厂，于2001年4月竣工投产至今，一直在为全世界示范着最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如果有机会去大阪环球影城，不妨也去看看五洲垃圾处理厂，记得到这里要提前预约哦。井盖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再熟悉不过了，就好像马路上一个个又笨又重的铁锅盖，每天被无数人踩踏，却又从不在意。但在日本，井盖则是一种社区特征的表达，是一种公共设施所展现的独特的公共艺术，甚至成为了很多人痴迷的脚下的风景。日本的井盖被设计的五花八门，什么花鸟鱼虫、卡通人物、城市标志、土特产，甚至还有风景名胜和历史故事。如此精湛的创意，连大英博物馆都忍不住，竟然也收藏了一枚日本艺术井盖。那为什么日本要把井盖做成艺术品呢？因为现代化供水和排污系统最初在日本并不受欢迎，安装地下系统的成本被大城市以外的郊区或乡村社区视为太过昂贵。为了引起人们对耗资巨大的排污系统的关注，为了提高人们对昂贵的污水处理项目的认知，1985年，日本一位政府高官突发奇想，允许并鼓励各地市自行设计具有本地特色的井盖。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反映当地的工业文化和历史，同时还能美化街道。随着一些井盖设计竞赛的开展和宣传出版物的发行，日本各地市政当局开始相互竞争设计最好的井盖。为此，日本还成立了专门的井盖协会，后来又有了井盖艺术节。曾经笨重的井盖如今被做成了各类艺术品、饰品、铅笔、贴纸、书籍，甚至饼干、月饼和糖果。对于井盖发烧友来说，这些标注着地理坐标可供交易的井盖卡更是收藏火爆。目前在日本95%的城市中拥有超过19000个艺术井盖，但实际上真正采用华丽设计进行色彩处理的井盖只有不到1%。通常一个40公斤重的设计井盖不包括框架，其成本约为585美元，而这种经过手工精心涂色的艺术井盖，其价格几乎翻了1倍，可以达到900美元以上。想象一下，6000多块钱一个井盖，怎么可能满大街都是呢？但数量少却也意义非凡。比如静冈县菊川的采茶姑娘彩色井盖，就充分反映出了该地区春季和夏季的茶叶种植和收获的情况。除了表面的缤纷华丽，日本的井盖制作也同样精益求精。在夏季突袭的大雨经常会把井盖顶翻，为此新井盖都要对检修孔进行压力测试。一个井盖包括主盘、框架以及铰链和锁，另外还有一个附加的梯子，以确保万一井盖脱离后也不会有人失足落井。在日本，1半以上的井盖都是从这里生产，该工厂拥有4000多个井盖模板，铝模板压入粘性砂中形成铸造的砂膜。制作井盖的材料70%是从当地收集的废金属，废金属在电炉中融化后，添加镁和硫等其他材料，以得到坚固耐用的球膜铸铁，然后去除杂质的金属溶液由工人手工倒入模具中，倒入的速度和体积将会影响成品井盖的质量。在井盖冷却并且砂膜被破坏之后，还要进行抛光，抛光前后的边缘仅允许0.2毫米的误差。抛光后的井盖会被均匀地涂上黑色材料，以防止生锈。晾干后，工人就可以组装井盖并运送到配送中心了。对于需要上色的井盖，也都是由手工完成，工人就好像拿着番茄酱或芥末酱，将有色树脂细心地填充到井盖的凹槽里。一名工人涂好一个井盖大约要1个小时的时间，涂好的井盖在干燥1天就可以交付使用了。在此，我们不禁感叹日本的井盖制作如此精湛细腻，但对于井盖的艺术发挥就不仅局限于日本了。德国柏林的女性海盗打印机团队通过井盖来印制 T 恤，还有人在用井盖来创作风暴印花。冰岛雷克雅未克的街头艺术家也在制作同样的井盖印花。最后我们还要说一点，日本独特的井盖文化其实是一个迷人的提醒。世俗是令人兴奋的，你会经常为了某种目的而仰视一切，把自己变得又忙又累，甚至恍惚抑郁。其实你永远都不应该忘记去俯视，因为只有俯视才能发现庸俗又高雅的风景。如果去日本旅行，垃圾也许会是令你非常惊讶的一件事。大城市的街道上没有公共垃圾箱，每个人都会把垃圾带回家处理。但在日本，将垃圾处理到零浪费这种极致程度的，并不是这些大城市，而是一座绿水青山之间的原生小镇。日本四国岛青翠稻田和森林之间的圣浦河边，距离德岛县仅1小时车程的上胜镇，拥有不到1700名居民。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却不断成为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因为这个小镇有一个非常牛叉的计划，到2020年
实现全镇垃圾零浪费。简单理解就是所有垃圾不焚烧不填埋，100%实现回收再利用。不敢想象这可能吗？上胜镇是非常典型的日本农村，仅有的梯田用来种植水稻，珍贵的树叶可以卖到全国各地的餐厅，老龄人口的比例占到1半以上。实际上几十年前镇上也曾花费重金建了一座垃圾焚烧厂，很多垃圾含水量高，焚烧过程中需要用到补充燃料，政府环境监测到二恶英等很多有害物质，而当地居民面临着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风险，从而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的方式不得不在上胜镇全面停止。如果把垃圾运到附近的大城市去处理，同样又是一项昂贵的社会支出，所以大家必须集思广益，找到最低成本的垃圾处理方式，其宗旨就是尽可能的环保，同时又减少浪费。1995年，当地政府开始向居民提供经济援助，97%的家庭购买了家用生活垃圾处理器，但仍有很多自己家无法处理的垃圾，要怎么办呢？于是垃圾零浪费计划从2003年起开始在上胜镇实施，政府官员为他们找到了垃圾回收商，他们会用再生材料制造新产品，这一前提就是居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最初只有9个小类别，随着更多垃圾回收商的回收合作，目前垃圾分类已经精细到45个小类。当然这一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居民们在家里最多只能分出10类垃圾，然后必须清洗干净晾干后再送到垃圾分类中心进行更细致的分类，但这样做很费时间，谁会愿意在垃圾上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呢？但由曾经的垃圾焚烧厂改建而成的垃圾分类中心最终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其中针对垃圾处理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它有用，它就有价值，如果它已经分类，它就是一种资源。同时优化的垃圾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居民的身体健康。由于在垃圾分类中心要进行更细致的分类，所以沟通交流必不可少。正因如此，垃圾分类中心也成为了小镇上激发社区互动的新地方。除此之外，对垃圾分类采取的关注越多，这类材料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也就越高。通过精细分类的垃圾出售，每年可带来250万至300万日元的收益，这些收益又为垃圾废物处理带来了更多的助力。显然，对垃圾废物循环再利用的处理，他们已经走火入魔。2017年，上胜镇开始为当地家庭提供婴儿尿布，同时对一次性纸巾和筷子等都禁止继续使用。针对日常淘汰下来的生活用品，小镇上还专门成立了一座循环商店，人们可以免费换取或使用仍然可以使用的服装、餐具和杂物等。在马来西亚也已经出现了复制于上胜镇的循环商店，大家都认为这不仅是一种二手物品循环再利用，更是真心实意的广结善缘。除了循环商店，垃圾回收公益中心还可以将居民们聚在一起，使用废旧的材料制作精致的玩偶和公益纪念品，从而又实现了废旧物品的再次升值。随着2020年的即将到来，上胜镇在垃圾零浪费上已经实现了80%以上。当然，要达到100%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阻碍，那就是一些产品制造商继续使用不可回收的材料制造产品。为此，上胜镇开始向生产企业施加压力，强调产品设计要符合循环经济原则，一切原料都要可以重复使用或回收利用，并建议生产企业给出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如何处理产品的方案。零废弃物认证计划由此应运而生，镇上的商店正在停止进购无法再回收的产品。当然，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障碍，上胜镇都会要努力实现100%垃圾再回收的伟大目标。如此一个山野中的小镇竟能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你看明白了吗？你喜欢可奈的喵星人吗？你想去喵星人聚集的猫岛吗？位于日本宫城县石卷市的田代岛是世界著名的喵咪天堂，整座岛上生活着数百只无忧无虑的小喵，漫游在岛上，猫咪元素数不胜数，甚至有房屋也建成了猫的样子。田代岛也被称为漫画岛，由著名漫画家石森章太郎设计的猫屋，在4月到11月可以供游客度假露营。小岛上的渔民一直视猫为神明，曾经他们以猫咪的行为预测天气是否适合出海，为此他们还建了一座猫神庙，用鱼肉罐头供奉着招财猫。田代岛作为猫岛最为出名的就是岛上猫咪感恩救人的故事。据说在2011年的大地震当天，猫咪们喊叫着引导人们去猫神社避难，果不其然，海啸来袭，但全岛仅有1人丧生。如今岛上的居民和猫咪早已恢复往日宁静的生活，猫咪们整日悠哉悠哉，闲庭信步，而岛上也诞生了不少猫明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黑白相间的垂耳杰克。他永远低垂的左耳和无精打采的神情，总给人一种酷酷的高冷的感觉，但实际上每次饿着肚子慢慢走掉，或者呆呆看着同伴吃鱼的总是他。不过垂耳杰克是有魔力的，据说摸到他的头就会
幸运一整年。每到节假日，田代岛都会热闹起来，猫咪们不仅可以吃到更多美食，而且还会拥有更多一起玩耍的伙伴。除了田代岛，另一座位于福冈的向岛也是世界著名的猫岛之一，在岛上可以尽情享受与小喵们同游的乐趣。另外，向岛的自然风景也是非常迷人的。而同在福冈的蓝岛，猫咪的数量位居9州第一，岛上的猫咪多达300多只。当乘船去往蓝岛途中，还会经过一座马岛，这是日本最小的有人居住的猫岛。另外，在日本还有滋贺县琵琶湖中的冲岛和爱媛县的青岛等等许多有名的猫岛。众所周知，日本是著名的猫奴之国，不仅创造了招财猫、机器猫 Hello Kitty， 同时还有很多喵星人的小天堂。如果你喜欢猫咪，那这几座猫岛一定不要错过。这曾经是一座全球最知名的小岛，也因此从地图上彻底消失过一段时间。但如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兔子的家园——兔岛。兔岛之所以会广为人知，完全是因为曾有香港游客拍下的这段被兔子追讨食物的画面。自从这起兔子踩踏事件的视频发布以后，兔岛迅速火遍全球。兔岛名为大久野岛，是位于日本广岛中原市中海町濑户内海中的一座小岛。岛上丘陵起伏，树木葱郁，面积仅有70公顷。在1934年就被指定为濑户内海国立公园。兔岛上居住着成百上千只野兔子，几乎每天都会有游客前来游玩喂食。有的游客买来现成的兔粮，有的则带着大白菜和青菜，还有带胡萝卜的。小兔子们看起来萌萌的，很可爱。只要你有好吃的，它们就会迅速聚拢过来。其实都是因为想要你手中的食物而已。当你没有食物或者已经喂光，它们会马上转身就走。另外，在岛上不同区域，兔子的野性也略有差异。码头附近的不怕人，离码头越远，警觉度就越高。说到这儿，大家一定会好奇，这样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小兔子呢？其实这还要追溯到2战时期。由于大久野岛的位置十分隐秘且方便军队匿藏，早在1929年开始，这里就是日军的生化武器生产基地，因此大久野岛也被称为毒气岛。由于毒气工厂属于军事机密，所以当时的日本地图上这里都是一片空白。日本投降以后，大久野岛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无人岛，曾经毒气实验用的兔子跟所有的毒气设施一同被荒废。在没有天敌的良好条件下，这些兔子迅速繁殖，成为了岛上唯一的居民。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实验用的兔子全部被销毁，后来人们带来了8只健康的兔子，一直繁衍到现在，这成百上千只的样子。如今每年有15万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兔岛游玩，一般游客会选择坐火车到中海站，然后从中海港乘坐渡船到达兔岛。在中海港购买船票的地方也有兔粮出售。兔岛上仅有一座度假村，在码头有度假村的免费班车。如果在兔岛上游玩，也可以小心地骑上自行车，边走边欣赏美丽的风景，边走边喂一喂这些憨萌可爱的岛主们。大久野岛最适合情侣或亲子一日游，怎么样？你想去看看吗？这是世界上第一家机器人酒店，几乎没有真人服务员，而且入住房间也不需要房卡。酒店前台有一位机器人和一只恐龙，看起来好像走进了侏罗纪公园。每当顾客接近前台的机器恐龙，他们的传感器检测到前方顾客，就会手舞足蹈的吼叫欢迎。然后顾客可以选择通过日语、英语或中文与恐龙语音交流，在恐龙的提示下，通过前台的平板电脑系统办理入住手续，最后经过人脸识别系统完成入住登记。接下来，行李搬运机器人会驮着顾客的行李箱，并引导顾客来到已经办理好的房间。此时顾客只需要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即可打开房门，根本不需要携带房卡等琐碎的小杂物。进入房间看上去与普通酒店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值得一提的是，房间里可爱的小机器人可以通过语音控制灯光、电视等设施。房间里的辐射板空调也被称为最环保、最高效节能的空调，它使用电磁波直接实现从人体到空调之间的热量交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酒店为了节约更多的成本，甚至在房间里连电视和迷你吧都给省掉了。但由于顾客的投诉，无奈才增加了进来。其实要全是中国游客的话，基本上真用不着电视，有 WiFi 就足够了，房价还能更低一些。在机器人酒店里还有垃圾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和寄存行李机器手臂，甚至连大堂鱼缸里不断游泳的鱼也都是安装了电池的机器鱼。这座机器人酒店就是日本独特的海因娜酒店，又叫奇怪酒店。2015年诞生于长崎，如今好几家新店已经遍布于东京周围。近年来日本游客人数激增
2020年东京奥运会更会引来巨量的游客，但由于其低出生率的影响，机器人酒店似乎会阻止其服务业濒临崩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一直在努力将服务机器人纳入其日益减少和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相比极其惨淡的韩国老龄化社会，在日本从自动化工厂到自动售货机，再到家庭钟点工以及机器人酒店，不可否认，日本的创新是危机感和必要性所驱动的。虽然机器人无法替代人类做到所有的事情，但他们能够接手很多复杂琐碎不动脑子的任务，让有限的人类去进行更有创造力的工作，节约更多的成本，让利于民，这才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真实体现。怎么样，这座有趣的机器人酒店你想去体验一下吗？今天咱们一起去放松一下，去泡一泡世界上酸性最强的温泉。据说这温泉水10天之内能溶解掉6寸长的铁钉，日元1元的银币在温泉里泡1周就会消失。这就是位于群马县连续15年排名日本第1的草津温泉。对于群马县来说，人们唯一的印象可能就是电影《头文字 D》中秋名山5连发卡湾和高悬于山顶周杰伦与铃木杏的约会地真名湖。但实际上，群马县知名度最高的是被称为日本3大名泉之一的草津温泉。草津温泉每分钟4000升的喷涌量，使其成为日本最大的温泉。位于温泉街中心的汤田是草津温泉的象征和源头。伴随着硫磺味和蒸汽的温泉水流过木格子，注入到下方的小池子中，最终会传送到附近众多的旅馆和浴池。由于草津温泉的强酸性和高达90度的水温，因此诞生了传统的揉汤表演。揉汤是指穿着传统服饰的女工一边唱歌一边用长约1.8米的木板深入浴池，有节奏的打水搅拌，从而不用加凉水稀释，就使水温降低到人们可以正常泡汤的42度左右。强酸性的温泉水有助于治疗很多疾病，尤其在美容方面是最出名的。日本人温泉一日游是怎么玩的呢？他们一般下午3点在酒店 check in 后马上去泡一次，然后穿着浴衣去逛街吃饭，回来后再泡第2次，晚上喝点小酒睡觉，第2天一早起来再泡一次，直到 check out 离开。可见他们来此一日享受温泉的目的性是极强的。草津大约有100多个温泉，温泉水不仅用于沐浴，还用于中小学、市政福利中心、市政游泳池以及社区街道和许多家庭的供暖。温泉街上有很多当地人经常去泡的共同浴场，还有供游客使用的温泉足浴，这些都是免费的。不管多么冷的天气，来到草津温泉都会让你立刻感到无限的温暖。冬季的北海道被冰雪覆盖，游客们尽情体验着狗拉雪橇。这里就是北海道人气火爆的世界最危险动物园。走进位于北海道札幌附近这座北海道体验式动物园，会看到很多免责的告示牌，大概内容就是游客如果在园内受伤，则完全属于自己的责任。看到这样的告示还敢进去吗？园内有3个区域，分别为北野生动物园区、危险区域和危险森林。普通动物园里无法得到的体验，在这里都能够一一得到。园里有猴子、兔子、小马、山羊和企鹅等小动物，游客们可以喂食它们、抚摸它们，有机会还可以接触到小狮子、小老虎和小熊，所以这里又被称为日本第1多与动物接触的动物园。除了可爱的小动物，这里还有许多危险的猛兽，它们都在最受欢迎的危险森林区域。想要进入危险森林，游客们都需要先签订一份生死状，表示愿意为自己的安全负责，并且不会引发事故。进入到危险森林，袋鼠可能会攻击你要食物，豪猪可能会追着你跑，老虎、黑熊、食人鱼和鳄鱼可能会咬到你。尤其是危险度6星的鳄鱼区，告示牌上直接写道，掉下去的话真的会死，鳄鱼就在下面等你。另外，动物园内的快餐店会提供油炸壁虎等奇葩食物，有兴趣的游客可以一一品尝。据动物园总经理介绍，定山新温泉附近的熊牧场关闭后，他与朋友共同建造了这座野生动物园，主打的概念就是动物和人之间的零距离接触。目前园内共饲养着120余种动物，在这里能够充分感受到野生动物是如何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世界最危险动物园特别提示，在这里你可能会被抓、被咬，甚至受伤。父母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小孩，一同享受与动物们的亲密接触。动物园不对园内的事故负责。
这一期咱们再来看看通过爱情主题拯救废弃灯塔的故事。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灯塔在日本的海岛沿岸算是非常有特色的建筑。自古以来，灯塔在黑夜里是茫茫大海上的光明和希望。有人说，灯塔是大海上闪耀光明的女神，可以带给远航的游子以温暖和信心。过去，灯塔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方向标，而现在日本灯塔则被赋予了更多文化的内涵。如今，灯塔还被日本人打造成了旅游景点，成为浪漫的爱情旅游胜地。日本的灯塔最早始于对中国的贸易，大约1400年前，也就是在唐代，中国的贸易商船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在黑夜里茫茫的大海上，航船很难辨别方向，所以日本就在九州的甲岛上建立了灯塔。最早的灯塔就是在一个高台上放置一个用油纸做成的烧菜籽油的灯笼，如果遇到暴风雨的时候就烧柴火，晚上用灯光火光照明，白天燃烧柴火以狼烟指路。这就是日本最早的灯塔的雏形。据说日本共有3000多个灯塔，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 GPS 技术的发展，灯塔用来指引方向的作用逐渐被忽略，于是日本人另辟蹊径，开始开发灯塔的旅游价值。千叶的犬吠埼灯塔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纯白色的灯塔矗立于悬崖之上，游客需要买票参观。这里是日本最早看到日出的地点，因此每到元旦十分热闹。日本人相信在元日看到日出可以为新年带来好兆头。犬吠埼灯塔还是看日落的好地方，辽阔的海面让日出日落都可以尽收眼底。犬吠埼灯塔采用了最大的远光灯，同时还被收入世界知名的100个灯塔之列。此外，北海道的宗谷甲灯塔因为是日本最北部的灯塔而闻名，在北海道旅游看最北部灯塔已成为游客必玩的项目。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木质灯塔，有的被改建，有的仍旧保留。在日本，寻找灯塔之旅成为了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旅游项目。日本人爱灯塔，但也避免不了灯塔面临淘汰的危机。近10年来，有30多座灯塔被废弃，很多日本人感到非常不舍，想方设法赋予灯塔新的意义。日本有个团体叫做浪漫主义者协会，这个团体专门寻找和爱情相关的旅游地点，其中灯塔就是该协会主要寻找的目标之一。2017年，该学会推出了一个恋爱灯塔项目，使很多濒临报废的灯塔起死回生。福井县月前甲灯塔被命名为恋爱灯塔，吸引了很多恋人竞相前往。随后，浪漫主义者协会又陆续认定了10个灯塔为恋爱灯塔，给当地旅游造势，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岛根县出云大社町是有名的恋人圣地，日本人普遍相信当地的神社是结缘之神，因此年轻男女都爱前往参拜，寻求良缘。在这里观看日落，浪漫而温馨。除了通过赋予灯塔以恋爱的意义予以保存之外，日本也在根据所在地的传说把灯塔进行改建，在保留灯塔原型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以雕塑等方式予以保留。香川县有个灯塔叫做女木港灯塔，为了避免此灯塔报废，这个地区根据当地鬼岛的传说，把灯塔改建成让鬼报灯的形象。此灯塔一举成名，立刻成为当地新的旅游胜地。此外，日本横滨、京都等地也都正在复原一些古代的灯塔。日本还把每年的11月1日设为灯塔纪念日。在日本，灯塔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日本还有灯塔女子之说，主要是指那些对灯塔情有独钟的女性，她们热爱灯塔，不仅旅行还写博客，更爱搜集和灯塔相关的纪念品。除了民间社团的努力，日本海上保安厅也在为振兴灯塔文化而努力。他们希望把灯塔变成文化基地，在灯塔周围建设资料馆、公园等，这样不仅能有效地保存灯塔文化，同时也让灯塔变成了文化传播的基地。如果你也喜欢灯塔，不妨去日本走一走、看一看吧。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